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想和大家聊一下 YouTuber 啊，因为有不少朋友呢和我一样，也是新的移民。那么到了移民的国家以后呢，也有很多空余的时间啊。有的人年纪比我还大一点，对吧？那么也没有就是说具体想去参加工作的想法啊，也没有想去做生意的想法。那么做 YouTuber 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一方面呢，就是说，也可以打发一下时间嘛，对吧？一方面，万一你做成了呢，对吧？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大的博主啊，带来财富自由，对吧？那么我当然没有办法教大家怎么样实现财富自由啊，起码从这个 YouTuber 这条渠道来讲这个赛道来讲，我是不行的。但是呢，怎么样就是说从零开始做到像我现在6000个订阅，并且呢，就是我认为我做对了哪些地方，还有我做错了哪些地方，对吧？哪些坑这些都是可以无私的，就是告诉大家让大家呢就是少走弯路啊。那么我先说一说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想做一个频道，想做 YouTuber，然后呢你不知道做什么内容，对吧？这个呢，我看过很多很多，就是人的答案就不同的，因为我也要去学习嘛。我一开始我也是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我就去学习，我就看很多大的博主他们是怎么说的。那么多数的推荐呢，就是说你别想什么内容你别管什么内容，你就先做起来你别今天想，明天想，后天想然后第二天什么又不做，对吧？你就先做起来。那么我当时也是这样子的我当时觉得，哎，这样说的对就立刻去执行，执行力要强一点。但是我今天我觉得呢，我觉得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呢，就是肯定是相信就是更大的博主他们说的这些，对吧？就是过来人的这种想法，然后我就去做了，因为我当时就是正好是移民的状态中嘛，对吧？那我觉得，哎，做做移民的生活，讲讲移民的资讯这样事情就也不是特别难，对我来讲。但结果呢，就是我做到今天的6000的订阅，那么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移民这个赛道本身，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赛道就是说你去采访别人，采访很多移民，对吧？你比如说有些频道他做的非常成功，他去采访了什么美国很多移民加拿大很多移民这种就是说它其实是属于故事类、生活类的，只不过是一个移民的属性。但是呢，你要是专注于做就是移民的一些个人生活的分享，或者说这个移民的一些这种内容的就是这个很难做的因为我的频道对吧，也有过就是几万的播放的这种影片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换了一个赛道，那这个播放量可能就是10倍，可能就是20倍，甚至上百倍，对吧？都有可能。就是如果你当时如果我当时就是做的一个是别的赛道的话但是呢，因为移民这个赛道就是在这方面的内容，它爆发起来，它也就只有这点观看量，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那么当时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再理性的想一想就是说去找一个就是应该去做的这个内容，可能我觉得比现在要来得好就我们纯粹从功利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我因为是过去从事摄影的其实我是开始想做摄影的内容。因为摄影呢，就是首先我很擅长就是现在你不管是相机的评测呀，还是说什么照片的这种评测呀，还是什么，反正跟摄影相关的所有的内容除了修相机我不会，其他的基本上我全都懂就哪怕你去工作什么工作当中的就各种问题，这个对我来讲都是就我闭着眼睛都能讲，而且我不用任何的稿子我就只要就是想到我就可以讲。然后呢，我也创立了一个小的频道，就我发了
第一个视频、第二个视频就有几千次观看啊，就纯粹的就是稿子都不用啊。但是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吧啊，就我当时觉得，摄影啊，因为我很尊重摄影，我也很爱摄影，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把这个一生啊我最爱的一件事情，然后拿来就是去做这个东西啊，好像有点亵渎了它啊，这还是一种怎么说，就是文艺人的一种想法，对吧？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不行啊，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就是说啊，我可以自己去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但是我不能把它纯粹当做商业的去把它给这样啊，所以呢，我就做了这个移民的啊这样的一个频道吧。那么事实上呢，我现在建议大家呢，就是你一定要选一个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擅长的东西啊。就别人做什么东西不重要，就别人做这个成功了，做那个成功了，我认为都不重要啊。因为你喜欢的东西，哪怕你说我就是喜欢每天剪指甲啊，或者说我就喜欢那个每天呃泡澡，对吧？那这都没关系，但是就是重要的就是你喜欢，因为你喜欢呢，你就能坚持下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坚持是很重要的。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几乎就没人看，因为一开始我做这个移民东西，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我只是一个移民小白，对吧？什么也不懂，那么我就发了好多视频，也没任何人看啊，所以就是从零开始这个坚持这条路，其实每个人都走过来的，包括那种大博主，他也走过来，只不过他可能是10年以前发多少个视频没人看，你现在发视频没人看，对吧？所以大家都是走过来这条路的啊。那么我觉得呢，你一定要选一个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自己擅长的，对吧？因为这样你可以坚持嘛，不然的话你发一段时间啊，你就可能坚持不了了，对吧？就像我这个频道，其实我去年啊我就做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想做了啊，因为首先就是去年就是我要照顾家里面人，对吧？就是我太太什么生孩子啊，什么一大堆的事情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发现好像不管怎么发啊，好像这个数据啊各方面啊都是不怎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去再继续下去了啊，我就疲了啊，有这种心态啊。但是今年呢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后来又开始又就是激情满满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这个东西也是很奇怪的啊，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你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相对来说喜欢的事情啊。那么我现在做这个移民内容呢，虽然就是它不是我最爱的，对吧？什么摄影是我最爱的，但是呢，因为我处在这个生活状态当中，所以我会很关注这件事情，大家能理解吗？就比如说我会一直关心移民的新闻啊，移民的政策啊，还有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啊，那么这些未来吧，就我怎么样去计划，对吧？在哪个地方生活，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它是切实的，就和我的利益是相关的，所以我会特别的去注意它，去分析它啊。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和很多，比如说一个公司，有些移民公司他也去开一个频道，对吧？但他讲那个东西可能跟我的这个关注点就不太相同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虽然在经济上，就这个频道其实每天只能赚一杯咖啡钱，就你跑到门口去买咖啡喝喝啊，2欧元，最多再加一个那个面包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回报吧。但是呢，它还是为我带来了一些财富。这个财富呢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通过分析这些移民的政策，那么我自己获得了就是对我未来移民的状态，我应该怎么做，对吧？我觉得这个无形当中为我省了很多钱，起码我不会被骗。我对未来的移民的这个东西我也有判断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要考虑当中的要考虑当中的，因为你认真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就是钻研它嘛，对吧？所以你得到的东西可能也不一定是 YouTuber 做广告的是什么这种收益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要做什么内容。第二点呢，就是
要不要做就是露脸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对吧？我个人观点呢，就是真的这个是你要看的。就有的人对吧？你像我这个人就是不属于那种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种长相啊，因为有些长相就比如说，他看起来像个娃娃脸啊，我认为最好就是那种娃娃脸的啊，就如果是男的话啊，最好是个娃娃脸的，对吧？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啊，像我们这种那种棱角很分明的，对吧？这种骨头啊什么就很分明的这种脸，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种特别喜感的这种啊，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合上镜啊。说实在的，就没有什么观众缘。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我一开始并没有意料到这一点，对吧？所以我也就一直这么做下去了。那么如果对很多人来讲，我认为就是你自己判断一下，对吧？你自己拿个镜子或者找朋友问一问，对吧？你判断一下，就如果你并不是特别有观众缘的人，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拍电影，拍电影你可能需要什么特型演员，对吧？你长得哪怕特别猥琐，或者说长得这种奇貌非常这种神奇的这种长相，说不定你反而是一个什么反派角色这种。但是你现在是面对大众，对吧？面对大众，你必须还是要有一个让大家喜欢你的这种脸，是吧？所以就是，如果我觉得大家不喜欢你的脸或者说你自己觉得这个脸不是大家那么喜欢的，那么我认为呢，其实你不露脸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就你父母给力，对吧？上天给了你一个比较让大家喜欢的脸，那么你就露脸我觉得这个是关于露脸和不露脸第三呢，就是讲这个器材的问题那么我现在拍摄呢，也是用了一台手机我现在用的是 iPhone 15 Pro Max 那么我去年呢，我用的是一台更小的手机是那个一个 iPhone SE 就是那个手机，呢就是它没电，一会儿就没电了，拍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烦。我后来就买了这个 Pro Max，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续航比较强，对吧？我自己其实有相机然后像我其实是有一台这个索尼的这种微单，是专门拍这个视频的，还是专门拍视频的系列但是我觉得，做这种 YouTuber 来讲呢，其实用手机就完全没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像经常如果我要讲话的这种，那么我就最多去买麦克风，对吧？你像我现在新买了一个麦克风那么最主要是我觉得天马上就要冷了很有可能我也不想坐在海边，老是吹的我好冷，那么我就在家里面，对吧？也可以录。那我还有一个大疆，对吧？那个大疆虽然说在家里面录，但你老是这样衣服上别弄的我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呢，我就买一个这种嘴巴只要对着说的这种麦克风，对吧？那我认为一个手机，一个麦克风，对吧？最多那么再带一点什么那种移动的东西我觉得就可以了。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素材。那当然了，电脑剪辑什么这个是要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 OK 了不用在这个上面投入很大的器材最主要的还是你的内容还有就是讲一讲那个一开始就我发了很多影片，然后呢没有什么订阅或者说没有什么观看这个怎么办，对吧？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YouTube 这个东西呢，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就是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个 YouTube， 大家都一直在上传影片，对吧？然后呢，就是对于创作者来讲，就比如说我自己，其实我现在我做了2年了，我差不多2年了，但其实我实际认真的做，就是我定期的去发，只有今年其实今年也不这么定期，去年就是每隔几个月去年就是每隔几个月可能我会发，今年就是说每隔几天我去发当中中断了也有什么1-2个星期的，就是说我觉得你做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总是以为你自己拍的是最好的就别人拍的都是不好，只是他妈的别人运气好然后我的运气就不好。
一开始都会这样想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我去年我看看别人发的，哎呀，我说他讲了什么东西，他讲的根本就不对，为什么他还有人看，对不对？然后我发的，我觉得哎，我讲的真的是很对啊，对吧？为什么怎么就没人看呢？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做这个东西很好呀，其实每个人一开始都会这样子的啊，但是怎么样才是一部好的影片呢？对吧？就怎么样这个 YouTuber 会推荐你的影片呢？这个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标准，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标准，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观众来决定的。就大家如果喜欢你的这个影片啊，哪怕你是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神奇的影片，就是那种在中国那种就是呃那个叫什么，就是按摩嘛，按摩里面有那种专门帮人家脚削死皮的那种削脚的，他就是削一个这种脚这种死皮啊，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影片，居然有几千万次观看啊！你说这个削个脚的死皮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啊，但是很神奇的是，我也点进去看完了啊，而且我看完以后我又看另外一个脚，对吧？因为有时候就很奇怪，就是可能你的人的状态，对吧？人一天到晚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心情好就想看一点心情好的东西，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想看一点让自己心情好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标准啊，就是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标准去决定哪个是好的影片，哪个是不好的影片，对吧？就你反正就是选你自己喜欢的啊，然后你去拍，拍了以后呢，你去就持续的这么做就行了啊。当然了，就是你这个影片，你必须还是要符合拍摄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对吧？你不能说啊，我就上传一个全部黑色，我什么乱拍乱抖的这种，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就你基本的这种拍摄的标准吧，我觉得还是要符合的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你不要想太多，对吧？你就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啊，我觉得就会有一定的推荐量。当然了，就是如果你擅长的东西，比如说我前面我说的我摄影，我很擅长，那么我第一部影片好像是几十个观看，第二部影片就一两千个观看啊，这个是很快的，并且还在那个提升啊，不是那种 shorts 啊，就长视频。当时订阅者是0，对吧？那 YouTube 它就推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一开始如果选择做你擅长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觉得对你是很有利的啊。还有就是，有的人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要不要去做稿子啊，就是做一份稿子，然后拍视频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读一读，对吧？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要讲的东西啊，就非常要精准化的，对吧？比如说今天我要讲一个什么移民的政策，那个东西它是非常官方的，非常有严格的要求的那种东西，那个我必须得去看一下，对吧？我如果不看，我乱讲，那自己都不知道讲错了，对吧？那如果说我今天，比如说像我分享我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心得什么东西的，我认为啊，就这种就不要去做稿子啊。其实也很多人他也做稿子的，他去读一遍，对吧？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就是你一个 YouTuber，你慢慢的进步啊，你肯定是要动脑，然后你要提高你自己的一种面对镜头的能力啊。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一直是读稿子，那这个方面你只会读稿子进步，对吧？但是你这种能力啊，你是不会进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为了长期的这种好处来讲，那还是这种类型是给自己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对吧？好吧，那么今天呢，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留下自己的问题，或者说留下你们的想法，谢谢。